美元其实现在的危机是挺大的，很多人忽略了、轻视了美元这个问题。那为什么美元这个问题很大，而且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呢？本来从1971年开始，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，美元已经上了这一辆迟早会跌下悬崖的车了。只是以前这个车可能要100多年才能撞到这个悬崖下来。那中间呢，有几个事情使到它加快了。第一个是08年的量化宽松，它印多了好多钱，借多了好多钱，美元背后就是空气。第二个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，又使到它的借钱又多了，这两个都不是问题。第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钱的时候，它印美钞是全世界都想要的，你要打仗要外汇要美金，总之啊，所有国家都要美钞来做它的储备货币，它才能发钞票，它的钞票才有人相信。所以所有其他的货币背后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钞，美钞很吃香了。所以呢，很长的时间只要你印刷出来美钞，全世界去换石油啦，换衣服啦，换服务啦，换旅游啦，我来买你的东西啦，全世界一看到 US dollar 都是welcome， 很欢迎，我们都喜欢要赚美金啊，美金一看到哇开心的要命啊，比港元也要开心，比人民币也要开心，比台币也要开心，比日本yen也要开心，因为是美元，到非洲就是用美元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美元的地位。但是呢，到了15年的时候，中国也写了一个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，就是中国的人还是比较聪明，觉得你美元都是印刷出来的，你印刷出来的东西买了我们所有的产品，然后呢，我们收了你的美元又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就需要投资。除了勤劳工作赚钱，赚了钱之后，我们还喜欢储存了钱去投资，但是我们投资呢又不敢投，所以呢拿了这些钱之后又买回了美国的股票或者美国的债券，所以这个美金的循环又回到了美国，美国又可以继续的花出来，全世界花了之后我们赚了钱又回到了美国买美债和美国的股票，那美国的公司拿了钱，美国的政府拿钱又可以全世界花钱了这个不是很好的循环吗？所以在很好的循环里面大家都很开心啊。但是中国就太聪明了，他说我拿了你这些废纸没用啊，我要搞一带一路，我不要你的美债了，我不要你的美元了，我把这些钱跑去中东或者是非洲造铁路，首先我把这些多余的美金借给他们来请我造铁路，造完铁路之后我把他的资源拿出来，矿产拿出来，他们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把我们中国的产能这些产品卖给他们，那不很好吗？全世界不需要美元了，美金是假的了，我们以物换物，我们是 Made in China， 是世界工厂，你们的原材料是我想要的，我们的卖出来的东西又便宜，性能又好，性价比很高，卖给你很好，产能过剩嘛。其实以前没有产能过剩，以前是朝着那个目标去，所以这个中国的算盘一打响了，美国说你这个搞下去，我的美元不是没有人要了嘛，对不对？美元霸权不是搞不定了嘛？所以从中国搞了一带一路之后，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差了。之后的那些东西啊，都是后面的就是吵架的时候骂出来的了啊。以前一个赚美金，一个可以免费拿你 Made in China 的服装啊，什么什么，大家都是 honeymoon 蜜月期，现在吵架了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。你不要说真贼了，不是贼了，人家给你美元的时候，你马上说老細老板，不是贼了。我给你美金的话，你不叫我老板，你们不要啊，我们 GMT 收美金的，我们看到美金还是要的。现在啊，问题出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差了，那美国要给你金融制裁，让你的银行不能用美金，让你的银行不能用 SWIFT， 甚至你买了美债，俄罗斯的例子一打仗，它可以冻结你所有的海外资产。那美国做了这个之后，中国还有这么笨吗？还要买这么多的美债啊？相反来说，不光是中国看到这一点了，连以色列都看到要有一点其他的东西了。印度更加是聪明的，虽然是靠着美国那边的，暗地里也在买银啊。只有日本还是跟在后面求多买一点。台湾当然是要美金来买军事设备啦，台湾还是继续很大的一个美债的一个买家。现在中国不买了，买了少很多了，象征式的给点面子买了。你现在布林肯还要威胁我用金融核弹，金融核弹就是制裁中国的银行不能用美金和 SWIFT， 会不会发生呢？就是跟普通的核弹一样，一旦用了核弹之后，会不会自己也损失惨重？
这是大家要考虑的。我一旦用了核弹之后，我不管你死多少人，这个世界上 nobody cares， 没有人在乎对方死多少人，最希望是敌人死多点人，但是他们要看自己会死多少人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中国因为美国不让中国再用美金和 SWIFT 完全切断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正的开战了，美国会有多大的损失？美国是在算这一点。假设全部是美国打赢，1分钟之内中国完全输掉了，美国一点损失都没有，就是人也不死，就把中国打坏掉了，中国肯定整个经济会崩溃，无论是金融战争也好，或者是真正的战争也好。之后美国的企业有没有损失？好明显有啊，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就算怎么脱钩，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。如果没有了这个中国的市场，美国会赚少很多钱。所以这个金融核弹会不会用？到最后不是中国配不配合把俄罗斯切断，中国也就看穿你这一点。最后美国考虑的就是我做了这个金融核弹之后，我对自己多少损失。但是有了它这个威胁之后，中国肯定会加快去美元化。当然中国加快了去美元化，美债崩溃，美元崩溃，对中国的损失也会很大。所以中国现在还要象征式的买一点美债，因为美元崩溃，美债崩溃的话，中国损失也是很惨重，因为美金没有人要了，美国人不买东西了，美国到时候想买都买不到中国东西了，等于所有东西制裁了嘛，等于美国加关税加500%一样的东西嘛。所以中国也不想美元崩溃啊。好多人觉得好像中国很喜欢美元崩溃，不是的。但是如果中美在对立，美国搞中国，中国要搞美国，中国有什么可以搞美国的？唯一可以搞的就是把美元搞垮掉了。那美元现在也是岌岌可危的，美国的国债是天文数字。我们看到美债的收益率现在是涨了好多，因为中国不买啦，你要提升你的收益率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来买美债了。中国没有完全不买啊，买少了。那很多人有个误点，就是说哎呀美金不好了，但是你觉得人民币会好吗？我从来没有说过人民币会好，这个都是人家自动会想起的。或者有人会问，那美金不好，为什么这个星期或者这几个星期美元还上升了呢？那我们要看到美元上升是美元对人民币上升，美元对日本yen上升，美元对其他的货币上升，也就是说真正就是美元烂，其他的货币背后是美元，所以其他的货币更烂。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因为美国倒闭了，或者是美元越来越风险大了，人家觉得美元的风险都大了，我这个货币背后也是美元，还没有美联储这么强大，我的货币更烂更有问题。所以大家要看到美元涨真正就是美元风险越来越大。那你说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是不是乱讲的啊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金白银，这是最靠谱的，因为真金白银是变息法变不出来的，没有量化宽松的，你开矿也就那么多的矿，挖完就没有了。你说比特币怎么样？比特币明天还有其他的币还可以切割出来，还可以分，怎么样分？所以这个再说比特币在哪里我没看到，你哪一个比特币给我看一下，背后谁在背书啊，谁在保证啊，不知道。真金白银买在家里，放在家里，结婚的时候要买一些金银首饰。最近我们知道金银首饰的那个市场好大啊，因为 Rich 结婚了，我发现哇，原来黄金白银它的需求是刚性的，所以现在央行在买，我们小老百姓买不到这么贵的了，现在是央行背后在买。为什么央行在买？就是美元搞不定了，央行的人没有那么傻了，不会说哎呀美元不行了，我买一点日本yen来，买一点人民币来。 No， 现在就是美元不行，所以日本yen跌了更多，人民币跌了更多，因为就是美元不行，明白吗？这个道理大家外面没有人这样跟你讲，我现在就跟你讲，美元不行，其他的货币只要是纸钞更加的不行，到最后只有真金白银。所以呢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大家现在调整一下资产分配，包括 ETF， 包括真金白银，真的金子可以放在手里的，包括金矿股都可以。起码我给大家我的一个比例，你们自己去参考，因为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，财产的这个规模不一样，风险汇纳不一样。那我个人觉得美股还是要有一点，全世界最多人买的股票啊，包括 Rich 的那些技术分
分析都是针对美股动量趋势投资。那港股是便宜的不得了，所以港股我会买多一点，太便宜了，但是不是乱买啊？港股里面好多有问题，我刚才也讲过，中美关系啦、产能过剩啦，这些都对港股有问题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说没问题了吗？因为港股便宜的不得了，有被错杀的非常好的公司，这个万里挑一，黄金也要备一点。那我个人是不拿现金，大家参考一下，不是买卖建议啊。为什么不拿现金？现金港币也好，人民币也好，背后什么？背后是美元。美元背后什么？美元背后是空气，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债。Money is debt， 所以所有的钱，美金就是美联储给大家的债，大家明白这一点，是美联储的负债 liabilities。所以现在美元不行，所有的纸币不行，我不会拿现金。第二个，我不会买债券。什么叫债券啊？债券就是我现在把钱给了你，等到不知道哪一天你把贬了值的、不值钱的、崩溃的钱再还给我，没有那么笨的。而且我一买，除非中间卖走，要不然我就绑死这么多年。这么多年之后，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不会买债券。第三个，我不会买虚拟货币，这个泥土是虚的，我要买点真金白银，自己烧死自己，我不买。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啊，我就不相信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。对我来说，有人觉得虚拟货币涨也是因为美金不靠谱，所以他们要去买虚拟货币。但是我觉得，起码美元背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个美联储，虽然它是印钞票印出来的，但是虚拟货币背后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投资一定要保本，是巴菲特2个投资的定律。Rule number one， 第一条不要亏损，第二条不要忘记第一条，也就是说不要亏损。788也有2条原则，第一个，你不懂的话要先学习。现在投资或者财商是一定要的，你不懂得投资的话，这个一辈子会很辛苦，赚了钱还会在投资市场里面输掉。投资跟开车子一样，开车子要学，所以为什么投资可以不学呢？你不学肯定会输掉。所以进来 GMT 的话，我第一个要求大家绝对不要听了一只股票就是去买，先要上课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就是投资是先投放出去再有回报，同样的，你要先付出时间来学习，先付出时间来做功课，来做分析。就算我们 GMT 里面做好了很多的深度研究，你也要来听，你也要来自己思考，自己做功课，自己判断，然后再自己做买卖决定。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。如果今天你要收到一个什么群组的邀请，群组给你内幕消息就可以发达了，骗人的，在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。所以你记得788告诉你的，一定要先学习，你才不会被人骗。只有先付出，如果有免费的午餐告诉你的，这是一个鱼钩上面的一条虫子，你咬进去你就被骗了啊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了啊，拜拜。